带你追查事件真相，掌握政局变化。观众朋友，你好，欢迎加入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谭一伦。节目一开始来介绍今天的特别来宾，首先是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大家平安。还有政大外交系教授吴崇涵，一伦好，大家好。还有前张骞舰长黄镇辉。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我们还是要来关心一下，就是川普他现在的关税因为可能面临到有败诉的危机，好，所以他当然也有他自己的 Plan B， 也就是 B 计划。那当然现在有白宫发言人李维特说，总统团队已经有准备 B 计划，对诉讼100%有信心。那财长贝森特则说，我有信心总统具有应变紧急状况的权利，有权课关税。听完辩论之后，他认为诉讼结果会让川普政府相当的满意。不过高盛这边也有预估说，即使法院驳回，川普这边还是可以透过其他的法律途径来实施类似的关税。那败诉对主要贸易伙伴的实质影响，其实也是微乎其微。好，但问题就在如果最高法院判这个川普政府败诉的话，其实也会加剧一些贸易的不确定性。那就有分析师指出这个发展有助于振奋金融市场的信心，那也会让企业在规划明年营运计划的时候面临更高的不确定性，因为不知道接下来的发展会是如何。好，那川普的关税案胜诉的几率被认为有降低，那多位大法官质疑了课征的合法性。他说，如果最高法院做出不利川普的判决，其实美国政府可能会被迫要退还超过1000亿美元的关税，那解除美国进口商肩负的重大负担，同时也会削弱川普对贸易伙伴动辄折旧就祭出的关税武器所以恐怕还要看一下接下来这个大法官的判决究竟是如何，会再次牵动全世界的局势。好，那我们看到美国在贸易协议当中其实暗藏着毒丸条款。这是什么贸易协议呢？大家记得吧？之前这个川普政府在美国跟东南亚国家有签一个协议，那这协议里头说有规定，这个对方如果签署了危及美国基本利益，或是对美国国安构成实质威胁的类似状况的时候，美方就可以终止该协议。所以就说这是毒丸条款。好，那他们当然是针对这个东南亚的国家来进行。那这些国家呢，被认为说比较小国，那他是不是故意要让他在中国跟美国之间选边站？好，所以要抗衡中国大陆美国的贸易协议加入这个毒丸条款，就希望透过东协来创造新的外交武器。贸易分析人士说，这些具有强制性的条款其实会试图在中国跟美国之间维持平衡的东协小国的处境会更加的艰难。好，所以两大之下真的难为小，但问题就在说，其实中国这边还是比较希望能够一起合作。那这样相比之下，会不会很多小国干脆就真的选边站到中国这里我们看到世界领导人之间需要真正的多边主义，这是中国大陆国务院的副总理丁薛祥所说。他说在绿色技术跟产业方面也应该要加强国际合作，消除贸易壁垒，确保优质的绿色产品自由流动，那更好的满足全球可以持续发展的需求。好，那丁薛祥还会了这个巴西总统鲁拉那他就跟鲁拉说中方愿跟巴西共同反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跟霸权主义，那推动合作要持续的升级。很明显这3个主义都在讲美国，好，美国跟鲁拉的关系也没有很好嘛。好，鲁拉就说了，当今世界不能没有多边主义愿跟中方密切沟通来进行协作。好，那大家也很关注一个人就是黄仁勋他已经来到台湾了，还说要到台南这边来这个逛小吃。好，但我们也关心他在国际上因为他到了英国这边领取工程界的诺贝尔奖。好，那他是跟其他6名人工智慧领域的科学家来领取今年的伊丽莎白女王工程奖。那他就透露说，他在跟这个英国国王在查尔斯3世在颁奖的时候，有跟黄仁勋说，我有件事情想跟你谈。结果呢，就递给黄仁勋一封信。
这内容里头警告说 ，AI 风险需要以紧迫感、团结和集体力量来进行应对。好，那这部分呢，我不知道这个国王的想法是什么，但是我们也看到之前这黄仁勋不是说吗？这个 AI 的竞赛他说中国会赢得这场竞赛所以他到底是要告诉黄仁勋要让美国防止中国，还是怎么样所以我们待会也可以请来宾帮我们这个解读一下。但是共和党议员也致函说川普你很棒你没有卖辉达的先进 AI 晶片到中国，有8名的共和党美国的参议员就这样做了。然后他说维持禁止中国取得辉达最先进 AI 的这个晶片立场认为这个举动有助于美国在全球 AI 的竞赛当中保持领先。那辉达的 H20H20 它危险了吗？因为呢 AMD 也就是超微的晶片意外这个核准可以登陆了。那也就是说，因为之前这个辉达的 Blackwell 有被美国政府这个禁止说不能卖到这个中国大陆去，所以就被视为说辉达 H20 的主力竞品这个 AMD 超微1308意外获准输入。好，那加上现阶段辉达 AI 晶片遭到中国大陆封杀，所以除了这个超微有机可乘，那也包含一些台厂，像是台积电、日月光、投控，还有华硕等台系列的这个供应链营运同样有望受惠。好，那我们就要看到中国大陆现在对于 AI 的部分确实正在急起直追。过去电影中我们看到的像人形机器人其实他们现在真的很夯我们带大家来看一下这画面这个是他们大陆的电动车品牌小鹏汽车在5号正式的发表这个新一代的人形机器人。好，那它呢叫做 Iron。好，这个机器人呢具备女性特征的体态，那以全固态的电池、3颗图灵晶片跟物理世界大模型为核心要展现流畅自然的人体运动，而且具备语音互动的能力，真的是蛮厉害的好，那他们董事长呢就是小鹏啦他就自己讲说，这是量产前的最后预研版本那预计在2026年就会正式量产，高度不超过170公分所以就跟1轮差不多高好，将会率先的投入商业应用，所以未来在电影中看到的人形机器人即将就要上市了。好，那我们还是回到一开始说川普有 Plan B， 先问亮哥。这个川普团队的发言人的发言都是自相矛盾的我100%会胜选胜诉，可是我有 B 计划。自打我跟你讲已经有人进去听了啦，有3位保守派的法官反对，因为我跟你讲，关税战本身就违反保守主义的政府哲学嘛。保守主义是小政府不要干预市场你这个用直接都干预市场，所以我认为12月正式判决不过的几率蛮高的啦那这里上有几个问题他要面对了，第一个是已经收的900亿的关税怎么处理？因为照规定要退税所以川普现在都在威胁说民众会受损那第二他没有错啦，他可以再利用美国的贸易法啦、关税法啦，然后来维持部分的关税，可是不可能全面我跟你讲他现在用的是那个国际经济的紧急权利法案那是用国安理由，那这有2个特征第一个就是全面实施，那第2个是立即有效。他未来用贸易法、用关税法都没有这个效果，他一定要按项目来做调查，他不能说全面对等关税，然后就立即实施那没有错啦。美国的贸易部门可以立即展开各项的调查啦那维持一定的框架啦。可是我跟你讲，这个他只要败诉，他民调一定下跌了，因为就表示整体美国就是觉得你这个简直是乱七八糟嘛。这个时候还不收手，那自己就看着办吧，自己去撞墙了，也没有人要理你了那事实上，美国的贸易部门事实上已经在减少
对等已经在增加对等关税的豁免项目，偷偷的在进行，所以现在实质征税的范围在缩小。你为什么要做这件事？因为他认为会败诉吧。那败诉之后，那个科关税的范围一定要变小嘛。所以他这种政策已经实质没有了，因为他最大的对手叫中国大陆，结果现在跟你互杠啊。所以你都磕到谁？磕到最弱的国家啦，不然就磕到盟友啦。你没有发现吗？磕到欧盟啦、日本啦、韩国啦、台湾啦、加拿大啦。那你这个政策到底是在干什么？已经是叫做莫名其妙的政策嘛。最大的目标，中国根本就跟你杠到底啊。那至于说什么毒丸条款对东南亚国家有影响，这也是自己想的啦。东南亚国家它跟中国的贸易是用整体跟中国谈的，RCEP 那个个别国家可以决定吗？所以就不知道他在讲什么他都在自我安慰啦，讲白就是这样啦。好，崇涵教授怎么看？这一次这个关税到最高法院，它其实几个案子总共有6个案子，其中最重要的是这个 VOS Selections vs Trump， 还有一个是Learning Resources vs Trump 很多是进口商跟教育用品，那跟川普打这个官司，然后一路打到最高法院。那其实最高法院我们知道里面的9个大法官6个对3个保守派现在是占上风。问题是保守派里面有几位对这个案子非常感冒的，比方说首席法官John Roberts， 还有一个是 Amy Barrett， 这2个都是重商，跟他们虽然是保守的，是很多人说他们会跑票那当然这个会一开，他们这几个法官就开始问，就说你们用这个国际紧急经济法案来提高总统权力是不对的一旦这个词力一开未来国会你要收回对于其他国家对等关税的这个力量会减少，会被总统全部都吸走那国际紧急经济法案英文叫做 IEPA， 它是1977年12月28号 Jimmy Carter 在任的时候由国会通过的。坦白讲，它是要由国会来执行这个由美国发现对他们国家经济或者这个贸易有损的时候，他们用一些方法来来平衡贸易。他们那时候不太想说要用所谓的关税，是川普用这个法案来来美化他的关税战。坦白讲是这样子所以其实川普他很厉害，他知道用法源，他要依法行政所以他就用 IEPA 说我要用这个来合法化关税。那假如这一次目前看起来保守派有很大的问题那如果不过，那川普会败诉。那败诉呢？美国财政部2025年会计年度大概约说收取了1510亿美元，这用关税收那么多钱从较2024年同期暴增了大概3倍。坦白讲，关税赚了很多钱。那接下来像亮哥讲的，你多收的钱之后都吐回去给人家，有花掉了所以如果要吐给人家，那势必对川普脸上无光对脸上无光。那这一点我们就是说，我们在暑假的时候就在讨论说，这个川普的关税法律战一路从地方法院打到最高法院，看起来目前对川普不太有利不太有利。那这个又回复到说，那美中关系呢？美中关系我觉得目前看起来是既竞争又合作，而且斗而不破的样态蛮明显。那当然这一次中国我觉得他们是有备而来有底气跟美国这样叫价喊价。那坦白讲啦，我觉得目前看起来美国在喊各国选边站，中国喊开放共荣是有它的道理所在因为这一次在这个 Foreign Affairs 这个礼拜有文章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的达伟他英文叫达伟他写了一篇美中的正常关系。他其实开头就讲了，美国跟中国不用做好朋友没关系，但是不要当敌人。这句话讲的还蛮有道理的你做不成朋友没关系嘛，买卖不成仁义在，但是不要把彼此作为敌人。那如何降低敌意呢？达伟就提出很多方法来正常化中美关系。他觉得说，好，美中要竞争要合作都有可能，但是呢，就许多问题点上面，不一定要那么的撕破脸。比方说，要互相降低敌意而且呢，面对共同的问题，他们可以一起解决。比方说 AI 人工智慧气候最重要的是美中之间有很多挑战那这些挑战呢，包括台湾问题达伟这个研究员他认为说，美中之间在台湾问题上一定要取得某部分的共识，而且是全面的共识，包括如果川普能说出反对台独
但我觉得要从川普口中讲出反对台独这个东西，又有一点过了，因为这样子会让美国必须被迫在这个台湾问题上要花很多心力。川普他不太想在台湾问题花很多心力，这我们都知道的哈。所以目前看起来呢，美中之间感觉第一回合的这个烟硝味稍微散了点，但未来呢，他们之间还有很多挑战在前面。好，舰长怎么看？这个英王啊，这次见黄仁勋的时候，给他一个他的一个叫做他的一个信函，然后代表他对 AI 的忧虑。其实这是一个正常的，就是当我们人类不太了解一个很先进科技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反应就是担心我们将来是不是能够控制它。而且有很多的很先进的一些知名的科学家已经一再的警告，未来有一天可能 AI 会对人类造成危害。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好比说有一天人类叫一个很强大的一个 AI 系统，它能够去指挥硬体这些机器人的时候，你跟他讲说现在地球暖化很厉害，请你解决地球暖化的问题。这个 AI 一算的时候就结果，这个地球暖化谁造成的？人类，所以他的直觉反应就是消灭人类。所以你就知道这个东西 AI 到底未来会怎么样，其实很多人都在担心。第二个，我以前一直觉得大陆最让人羡慕的佩服的一个公司是华为，因为它实在是太庞大，它技术实在是太先进了。后来我才发觉我忽略了一个，它可能是后起之秀，小米。小米是造这些就最简单的家电起家的，什么电锅啦、吹风机啦，什么什么这些小的东西。然后他造的一样东西的时候，是第一次让我吓一大跳，就是苹果大概花了10年，投入100多亿去做这个电动车失败，小米只花了6年，然后就成立了一个，就发展了一个叫 SU7 的这个电动车。然后它完毕了之后呢，你知道我们想象小米做的东西大概就是 CP 值比较低嘛，便宜嘛。结果它到了一个叫做德国一个叫纽北赛道去比赛他创造了一个就在那个很为难的赛道里面这样子绕一圈的速度，它是全世界4门车最快的。我当时才发觉小米的这个车居然现在这么好。然后它开始上市之后它8个月就卖了10万辆，不是说订单生产卖出去。因为他一开始人家都在怀疑小米能不能做到什么东西，就他居然卖了10万辆。那同样的这个10万辆，在以特斯拉来讲他刚开始在做的时候，他大概5年才卖到10万辆。还有一个大陆的小鹏，他也很厉害，3年半他才卖到10万辆。所以从那一刻开始，我突然觉得，我的天哪，小米到底有什么地方这么厉害？然后这次他的人形机器人出来你看到没有？那个人形机器人多漂亮！我突然发觉，请大家以后要注意小米，它是一个后起之秀，而且它的很多方面的这种执行力实在让别人非常的讶异。好，这个不只是很多人讶异，其实连美国都非常讶异，说中国大陆很多的东西怎么会这么快？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再来带观众朋友关注这位女性大家一定对她很熟悉，因为她被视为是引发第4次台海危机的美国前众院议长裴洛西她是时任，她2022年的时候曾经到过台湾。好，最新她也自己宣布说，她不再竞选连任，从政了40年她要告别政坛退休了。好，那她是85岁那她在 X 发布了将近是6分钟影片，向旧金山选民说，她不再寻求连任国会议员怀着感恩的心，那我期待作为你们代表的最后1年。那当然，这从政40年这经历资历都非常的高。好，那也以铁拳风格领导了众院民主党20年。那美国媒体也只说，他的谢幕标示着这个时代正式结束了。好，那大家记得吗？他曾经旋风返台那过去呢，他跟川普实在是不合，他还曾经撕过川普的讲稿好，我们看到这个画面，就是当时引发大家震撼的。好，因为2017到2020年是川普第1任期当时裴洛西跟川普数度上演激烈的交锋。就像您看到，这个是2020年2月4号，川普发表国情咨文演说，他拒绝跟川普握手，甚至演说结束之后，你看他在背后起身当众撕毁了川普的讲稿副本那事后他就说，因为他讲稿的每一页
都是谎言。好，裴洛西在2019年、2021年都2度的于众院发动弹劾，企图要罢免川普，不过最后都被参院的共和党人士封杀了。那他在2022年也接受路透社的访问说，他希望自己能够持续的胜选，以阻止共和党人的执政，确保如同川普这种人绝对不会成为美国总统。好，可见他希望的没有达成，因为后来川普又成为了美国总统。好，那川普听到他要退休了，哇，喊赞呢，还说她就是一个邪恶的女人，做得很差劲。毕竟她曾经撕毁过她的讲稿副本嘛，她说她让国家付出了巨大代价，而且名誉受损她觉得很糟糕啦。她退休对国家来说是一件大好事，她对国家带来了莫大的负担。好，那如果是我的话，可能就会这个表面上讲好话了，但是川普我藏不住，他就是要批评裴洛西。好，那也看到川普现在也是利多，包含的是宣布了减肥要降价，但是在这个记者会场合发生了一件事情，我们带大家来看这个画面也就是在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宣布跟药厂这个部分来进行协议，结果在场看到这一位是药厂的一个高层代表突然昏倒在地，结果使得记者会一度中断。好，那后来白宫的发言人有证实说，确实有一位这个公司的代表昏倒了，但是预期会康复。好，那记者会重新开始之后，川普就解释说，这名主管只是有点头晕，后来状况良好。那看起来不像头晕而已呢，那看起来像身体突然有一些状况。好，希望他平安无事。好，但这个记者会其实就是在讲说，这个口服药的价格可以降到这个每个月149元的美金是减肥药的部分。那当然要等待是美国的 FDA 批准。好，那川普说这2种药品原先每个月会花上民众超过1000美金所以后来改成每个月149美金，那当然是差非常多。好，那参加联邦这个医药保险或是联邦医疗补助计划，患有糖尿病或是有这个其他这个疾病的病患，那注射剂的价格也会大幅的降低所以确实是利多。好，那也看到美国现在还是一团乱尤其关税的部分现在似乎川普也大概知道说，这个刚刚像亮哥有讲嘛，这个关税的部分恐怕没办法一直坚持会有一些问题。那他就讲说，这个自己推行的关税政策确实增加了美国消费者的负担。那尽管如此，他还是坚称说，整体而言这个政策对美国是有利的。但是根据耶鲁大学的数据发现说，平均这个关税率已升至1934年以来的最高水平，那每个家庭就要多花费2400元美金。那失业率又变得更高了上升了0.7个百分点。所以截至9月以来这川普政府已征收了大约880亿美元的关税。那未来10年还可能为政府带来2.3兆元的收入，但是同时也加重了民生压力。那另外要看到就是美国政府停摆嘛，那企业也有裁员潮，那科技估值也过高，所以美股在最新的状况是跌挫近400点的道琼部分。好，那航空则是美国政府停摆37天，已经创纪录了。那全国的前40大机场从7号开始要砍1成的航班，那这就会有一些飞安问题跟安全了。好，所以这联邦航空的总署署长认为说，从来没有见过必须要采取这种措施的。好，那当然也看到了很多的位置就会没有，那就会造成很多的大乱。那民生的部分则是 AI 冲击了就业市场。美国10月裁员的人数破了15万，创了20年的新高所以报告也说，这企业为了控制成本，加速的导入了 AI 取代人力，是裁员潮的主要原因。那因为现在很多人是没有钱吃嘛，所以现在有联邦法官出手，勒令川普政府要全额的发放11月的粮食券那当然也有居民是认为说，怎么会让我们挨饿呢？不是最强大的美国吗？我们还是看到一开始裴洛西的部分，先问亮哥。裴洛西当然是美国有史以来唯一的女性的国会议长那因为她的选区是旧金山，所以就变成左翼那民主党在国会有一个左翼联盟，它就是老大。这个左翼联盟一般都在120到150席左右，所以为什么他长期可以当议长？
这是一个重要原因啊，就他有一群死硬派的议员跟他是站同一边的啊。那旧金山这个选区啊，不必经营就连任了啦，啊，因为太左了，哦，太蓝了，就是太蓝了啦，蓝到出汁。他大概拿到70%的票，就派个某某水果就会上。对，我跟你讲，他比台湾任何选区都要更极端，7-3，哇，哦，所以太容易选了，所以他就有更多的时间来做国会的运营嘛，啊，那坦白说了，他处事有决断力啦，所以在他连任议长的期间，他通过的法案应该是最有效率的。所以为什么声望会逐渐累积啦啊？因为他就是民主党里面国会的左翼联盟的老大啊，那又是议长，然后长期就是经营一些比较大的议题啊，甚至还代表利益团体来收钱哈之类的哈，所以很多人就越来越必须要跟他站在一边了啊。这个他这方面的能力真的是很强大了啊。那当然也因为就是左翼的代表嘛，所以跟川普就完全死 K 了啊。那裴洛西没关系，你先卸任，即将有一个比你更左的人。明年1月就要上台了，纽约市长，那100%跟川普死 K 到底啊，那这没有办法。其实这个对美国政治不一定是好事啦，因为你可以看到佩洛西到最后那几年，我觉得美国的政治已经完全分裂了啊。那当然也因为共和党也更右吧。那保守党更左，极化更极化嘛，对啊，就是这样。好，崇涵教授，裴洛西他非常有趣。刚才亮哥讲，他选区是这个是 San Francisco 啊，那地方是高知识水准、高分受薪阶级很高的。那其实他一开始的选区，他从1988年开始执政，开始出世提升的时候，他选区不在那里。他一开始是在靠这个山边就旧金山靠山边这个地方，就 Sacramento 在过去那个选区。他年轻嘛，1988年开始选的时候。他除了第一次选举第一轮没有过6成，那时候才3成多，举行第二轮的时候他6成多就赢了。接下来他每一次选举都破8成，对啊，7成到8成，甚至到9成哦，好可怕所以他从早期的这个第5选区靠山边，后来到第8选区靠这个 Vallejo 那个 City Vallejo 就是 Berkeley 在上去那个选区，他在那边也选过好几次，到最后移到现在这个旧金山选区第11选区。他现在还到最到2024年那一次选举，他还拿到破7成的选票，所以就知道这个裴洛西他是这个沙场老将，吸票机非常强。但是我们刚才提到这个，我今天要讲的是这个新的纽约市长，这非常有趣。这一次这个3个地方的选举，有人说是民主党的大胜，让川普有一个警戒。不过我们还是要先看一下因为我们先讲第一个，在这个 Virginia 它也很有趣，是过去你赢了白宫的，隔年会输掉 Virginia， 它是一个感觉是个常态了要把它摇摆州非常固定。那 New Jersey 这一次选出来主要是因为我觉得第一个是它拉丁裔的全部又回归到民主党因为我们知道川普在2024年他为什么能赢？因为那时候拉丁裔大概跑了14%，增加14%到川普增加14%拉丁裔。这一次不管是 Virginia、New Jersey 或是纽约，大概民主党都多了3成的拉丁裔回归这是代表说，美国中间选民现在慢慢又感觉，特别是拉丁又回到这个民主党的这几个州这个地方。但是呢，我们要看的就是这个纽约这个 Mandani 呢是非常有趣的人物，他不但是极左，他还是极左到极致让这一次的选举的时候变成是民主党本来是有古默跟这个 Mandani， 或者古默在初选就输光了他只好被迫变成独立候选人出来。那民主党人大部分全部都跑到 Mandani。但是你如果仔细看在这个去年2024年，贺锦丽在纽约拿了6%的选票，纽约那5个 borough贺锦丽拿了6%，那 Mandani 但是过5成但是我们知道古默可能也吸了一些民主党的票源，所以我们还是要分析一下这个票的走向。但是呢，民主党感觉现在这个面对这个极左或者更社会主义的，他们是不是有这个能力去接受？毕竟他们还是想要往中间靠拢。Virginia 跟这个 New Jersey 这2个候选人，他们不是那么左的，他们想找中间路线。我最后再讲的是这个 Mandani， 他有趣的这点是年轻人很支持。过去纽约市年轻人投票率都不高，比方说2013年19到28岁年轻人大概是投
9% 而已啊。这一次跑出来快将近20% 的年轻人出来投票。那在这20% 年轻人投票里面呢 ，Mandani 呢他囊括什么？基本上80%的年轻人全部跑去投 Mandani， 所以基本上你找5个年轻人出来，就是18到29岁的 Z 世代，4个投 Mandani， 所以代表说那个纽约的年轻人移民多种族的都在支持 Mandani。这个时候他们是什么？是向川普发出一个怒吼，说我们不再买你这套。好，舰长。川普从上任到今，包含川普1.0一直到现在，川普所有的政策我看都非常生气，但是唯独今天这个我听到这个政策实在太棒了，减肥药强迫降价。是，各位你有没有发觉这个减肥现象我们现代人的这一生的战斗，你知道？我出去吃个饭，哇，稍微多吃一点，晚上都有罪恶感，然后隔2天一称方针就是增重了。所以我一直认为如果有一个有效的减肥药这个药厂一定发大财。那我一直没听到，结果在5、6年前，我听到一个医生跟我讲，他说有啦。我说什么东西？丹麦有一个药厂，它是为了治糖尿病，结果很意外的发现它对减肥特别有用。他说你只要去吃，小腹很快就消掉了，那人也会瘦下来。他说这个的意外就有点像当初治这个心脏病，结果发现威尔刚一样，对这个丹麦的药厂是意外。我说真的很有效吗？他说对，很有效。我说会不会有副作用？他说没有副作用。我说我们可不可以去买？他说连丹麦都不够用，怎么会轮到我们？现在大概已经轮到美国来了。那这个东西如果我去说我对美国，你想看这个减肥药多么有用，1个月要吃大概1000块，现在只要140几块，你想想看是不是非常好的一个？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网上有人是说，是不是因为降太多，所以那个人有昏倒？有些人是这样讨论啊。但是你要知道，他这个是真是全世界在卖的，他可以赚多少钱？我真的觉得胖现在已经变成一种病，你知道吧？因为你会胖，连带影响到好多东西。我真的希望说，这个药很快的能够到台湾来，让我们也有机会能吃一下这个。然后第二个，我说刚刚我们谈到这个停摆，现在美国乱成这个样子，其实我去研究了一下，它什么时候会停止呢？其实它只要一个东西达成了就会停止。它有一个叫做拨款法案，美国不是没钱，而是这个拨款法案几个不同意，众议院如果通过了，参议院通过了，白宫总统签署，就可以完全结束这个停摆的，跟钱无关，是一个政党的恶斗。那现在双方都在比赛嘛，上一次最久的也是川普，为什么？川普太强势，结果民主党我就跟你硬熬到底，看看我们最后谁怕谁，就好像那个 chicken game 2个车这样对撞，谁最后先闪谁代表弱。那这一次呢，你叫我看，他最多拖到感恩节前的那个最后那个投票日，就是11月21号。如果11月21号再不解除，2党都承受不了。那距离现在还有多久？还有14天，那是最后的期限。好，我们就看这14天有没有一些转折。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我们再来要关心到的就是川普最近跟莫迪要和解了吗？好，看到感觉像是男女朋友抱，吵架之后推现在又要抱。好，那关系是不是要解冻了呢？因为川普说，莫迪有邀请我要到印度哦。川普是说可能是会在明年的时候来访印度，那这是两国贸易争端可能出现缓和的最新迹象哦。好，那之前的争端呢，也就是说这个印度买了俄罗斯的石油嘛，所以美国就加征了到50%的关税，那这也让两国的关系恶化。好，但是川普说他是我的朋友，我们有交谈，他希望我去那边，我会去的。莫迪是一位伟人，哇，现在用伟人来称呼莫迪。好，那也要看到哦，确实哦，印度最近哦也是有在跟美国的一些企业合作，尤其是 SpaceX 的星链服务。好，那他要进军印度哦，那他是在马哈拉舍特拉邦。好，有望成为全印度第一个跟星链正式合作的邦。那这个合作会确保这个邦在卫星数位基础设施领域上面，
引领全印度。好，所以有要期待一下，到底接下来他们两国的关系是如何。不过呢，另外的两国就是 G2， 然后川普之前说美中之间的川习谈话是 G2 回归。好，那确实也撼动了美中的格局跟盟友的神经。但是呢，美国的经济学家认为说，当年他提出这个概念的时候，大概2005年的时候，说原意并不是要取代多边的组织，像是 G7、G20， 而是为了要促进两个超级强权之间的必要合作。他说，这不并意味说这个美中要告诉世界该怎么做，而是他当时觉得两国共同要面对全球的挑战，也就是合作要大于竞争。好，那我们再看到中国大陆这边确实也迎来了3航母时代习近平终于登上福建舰。好，南海3亚的军港视察，首艘弹射型航母入列南海舰队。好，新华社已经做出报道了，11月5号下午4点30分左右，那习近平在海南3亚的某军港举行了福建舰入列授旗的仪式。所以现在也看到了这个福建舰海事的高清影像那当然也就是新华社之前的文章我们来看一下，这是9月22号从海军有关的部门说，这个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80周年的大会上面，那受阅的歼15T歼35以及空警600这3型的舰载机都成功的完成在福建舰上面首次弹射起飞跟着舰训练。所以这个举动呢，就显示说，这福建舰已经具备了电磁弹射跟回收的能力，对解放军海军转型建设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好，那习近平，因为我们也知道他已经主持了这个福建舰的服役仪式那产经当然有做一些分析，认为说如果福建舰正式服役，加上现役的辽宁舰跟山东舰那解放军就是拥有了3艘的航母。那从具备随时出动航母的能力除了会让解放军在东海、南海以及太平洋的活动上面更加的频繁那也会在统一台湾的问题上面会有牵制美国的作用，那进而就会影响到第一岛链日本的安保环境，所以接下来的第一岛链恐怕又会变得形势更复杂了。好，那南海的部分也是另外一个重中之重的焦点因为我们看到这个第2届的马尼拉南海对话小组座谈这个中国跟菲律宾之间的代表是正面交锋。好，中国这边这一方是说我们自2012年以来就没有在南海建设或占领新的岛屿，但是反观你们菲律宾跟美国、日本跟澳洲一直在这边联合军事演习，次数很多，一年多达500多场，让局势更加紧张。菲律宾的代表就反驳说我们根本合作不是选边站，我们是维护主权的手段我们的前总统杜特地也很有诚意跟你们对谈但是却换来你们的公务船跟渔船在专属的经济海域持续被骚扰。好，那也要看到美菲日澳防长联合声明也谈了南海议题，但是中国大陆的外交部也驳斥说你都在虚作虚假，这个炒作一些部分的叙事对于这部分表达强烈的不满，而且坚决的反对。好，我们还是看到了这个印度跟川普之间的关系实在是又是急转弯吗？亮哥，我看也好不到哪里去了，因为印度真的很需要跟俄罗斯买油那难道川普要把那25%的关税拿掉吗？我觉得不太可能尤其是俄乌战争现在还没有明显的一个转捩点，所以美国没有理由取消掉这个制裁那坦白讲，印度能够跟美国合作的项目，拜登任内大概都做完了啦。那你现在川普又不鼓励企业到外面投资，所以你能够给人家什么？就你了不起，就是对原先印度科的关税再给它降一降，就这样而已我认为影响很难有什么大影响而且印度坦白说，他最近才跟那个中国大陆恢复航班嘛，那他也知道中印的贸易是更能够帮他的忙，而不是美国，因为美国不会投资你嘛，都是要你去美国，然后印度也没什么企业可以去美国投资所以我认为在当下，
中印是在缓和当中啊，所以怎么可能被你美国又拉走？我觉得不太可能啊。所以大概就是，反正美国要来我就欢迎啊，就这样啊。大概他的态度啊，跟印尼差不多啦。你说普拉博沃会跟川普好到哪里？我也很怀疑啦啊，因为跟中国关系还是更深一点点啊。那其实川普未来面对的大问题应该是他这个 G2 啊，到底是什么意思啦？啊，如果你认为你跟中国是平起平坐，那你既有的盟友关系是什么？那 G7 的国家要听你的话吗？因为他们的利益不一定跟你一致啊。比如说日本，你认为日本中国大陆会愿意跟他也属于 G2 的这样的关系吗？不可能嘛！啊，而且高市早苗到现在还没有对历史问题、台湾问题做比较明显的表态，所以我觉得恐怕川普引起的是，比如说这个 G7 的国家怎么看你了？那你既然 G2，那你来跟我们开 G7 是要干什么？啊，搞不好你跟中国开完了，那你又叫我们接受，那这样开 G7 是要干嘛呢？这个恐怕才是真正的问题了啊。那三航母今天我们舰长来了，当然是舰长发表了。可是我是觉得哈，中国大陆对黄岩岛，我认为真的是把它当作核心利益了。所以你看那个055带6艘军舰横切，这个以前真的没见过。这表示什么？这表示中国大陆对于它海上的他认为的核心利益，他以后不会客气了啦。这个还尼米兹呢，他还宣誓啊。这个不是澳大利亚的船呢，是美国的航母他照样给你介入横切，那更何况是菲律宾，他怎么可能对菲律宾客气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看美国怎么思考这个问题啦。不然中国大陆在台海、南海，还有比如说钓鱼岛、东海，恐怕都会有越来越强硬的动作。那美国就要去思考它的应对的方式。好，刚刚讲到这个福建舰，很多人关心，所以我们就赶快问舰长。我这一次非常非常的意外。我相信，如果你了解他前天就开始成军式的话，你也会非常意外。为什么？福建舰的成军是何等的大事？中国所有的这种特别大的大事，它的典礼通常都在大概9点半到11点之间早上主持，然后一定是现场的这个公布，就像他的93阅兵就是这样子，那是全国在那里转播的。那福建舰成军怎么可能是小事呢？那最近还要成军，我都可以肯定，好多迹象显示。但是我今天早上还在算什么原因让他前2天没有成军？是，然后还在那查这个三亚的天气，正好有一个台风过去那个海鸥台风过去，哇，是不是因为台风让他延误了？结果刚刚在进棚之前就看到了新闻，我天哪，他居然在前天已经成军了，而且是在下午习近平主持的。为什么他这一次这么的低调？对。我真的想很久，我大概想了在以下这4个原因请大家参考，因为我也不知道北京为什么这次这么的如此的低调到让人意外。第一个就是他现在最重要的工作是跟美国的关税战，你看嘛，习川才刚见完，也谈到了一些东西，就是现在我不要去惹别的事，我希望尽量把这个最重要的关税经济的问题给它解决。那你把别的事情撩拨起来，是不是会让大家觉得不太高兴？那你在想，福建成军关美国什么事？真的是有一些关系。为什么你知道？因为福建对我而言，我所看不是因为它多了一艘航母，你看着它第4、第5都会出来，可是它多了一样东西是全世界都非常讶异的，就是它的电磁弹射是如此之顺利。美国的第一艘电磁弹射福特一大堆问题，到今天没有谈起 F-35。为什么？不知道为什么谈不起来。然后甘乃迪号是第2艘福特级的，到今天为止港试6年都还没出去过，每一次海试。那福建舰呢？港试加海试总共才3年6个月，它已经成军了。你就知道这个时候，川普几天前吧，在日本核须贺说他们取消电磁弹射，改回这个蒸汽弹射。你知道这是
日本不是美国航母的痛啊，结果在这个时候你在他最痛的时候，这个东西很高调的举办，甚至我们这样宣称一下，有点让人感觉到你在美国的这个伤口处撒盐，那这样的话会不会影响到我们的？你们家讲，你看看，毕竟他们两个还刚谈完嘛，对嘛？对就是说不要，我们这是低调，那人家一看就知道你确实很低调，所以这是有可能的。那第三个原因就是大家一直认为成军，对不对？什么叫成军？你知道，成为海军的一份子，他不能作战，他什么时候能作战？从现在开始，你就一直注意观察，看福建舰什么时候跑到台湾的东边那个菲律宾海域，带了一个战斗群在那里。通常从今天开始到那个时间出现点，大概还有2-3年。还有最后一个就是，解放军现在告诉你，这个航母成军是小菜一碟，好不好？我们不觉得那么有什么不得了，它就是一件小事情，有什么好这么大惊小怪的呢？就它的军力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了。好，崇涵教授，我觉得南海在川普任期 ，suppose 应该是没有像在拜登时期这么的精彩了，因为其实，在拜登时期，不管是拜登用的轴辅体系，我们讲 hub and spoke， 或者是他强调的小多边啊，小多边就是日韩、美日印澳啊，加美日菲这种，拜登一直想要用这种小多边来做什么？来做一个叫离岸制衡，让美国的花在这个上面的力气不要这么多哦。面对刚才舰长讲的，中国的海军不断强大的时候，美国花多少心力在这边跟他海军的抗衡啊？所以拜登的概念是想要在这个地方用这个离岸制衡、小多边来抵消这个权力平衡的压力啊。那川普 suppose 应该我们讲的，他应该是他想抽离这个部分才对。可是我们觉得在南海这边，因为它有领土，它有所有渔业纠纷，还有呢中非之间的一些渔业上之前差一点要撞船的意外，所以我觉得这点我们还是要放大镜来看这所有的细节，包括什么？包括我现在讲的是美日菲这个所谓的小三边哈。那这一次这个美菲日澳防长联合声明对南海议题，那其实澳洲是被拉进，美国拉进来，这里面最主要的就是美日菲这3边哈。那我们就这样看好了，美国最主要是跟菲律宾在之前就 EDCA 5个港口轮流啊，这个东西已经建设好，还有美菲这个所谓同盟体系，任何一方打到菲律宾会自动触及美菲同盟，这是一个。日菲最近加强了许多他们的合作机制，特别在南海，比方说，小马可是近期跟高市长我们举办了一个双边会议，他们签署的所以叫做 ACSA， 叫做货品劳务相互提供资源的。简单来讲，就是菲律宾的武装部队跟日本的自卫队可以什么互相提供后勤合作啊。那这个是奠基于之前菲律宾跟日本在7月签署所谓的 RAA， 叫相互准入协定，是去年7月签的相互准入协定。简单来讲，就是日本的军队跟日本自卫队跟菲律宾他们有一个，比方说军事上面的资源互享、情报互享之外，还有一个军队的互访啊。这个就是他们日菲之间呢，他们不断的在强化所谓的在南海的一个合作机制，因为毕竟日本在东海，菲律宾在南海都有面对到中国的压力，所以他们这个之间，我觉得日本跟菲律宾现在想做许多这种所谓的小双边的机制，后面呢最主要就是美国的这个所谓的美日同盟啊，作为一个基石。那美日菲，我觉得他们在这边如果要做很多事情，第一个影响到我们要考量的是，那菲律宾